各位朋友，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个挑衅啊，都是一步一步升级的。如果说这个对方刚刚想对你表示出这种不尊敬的态度的时候，你就给他回过去啊，说你瞅啥啊？你再瞅我揍你，对吧？然后呢，对方呢就老老实实的退却了。可是呢，对方呢一看你呢，然后瞪你一眼，你也没反应，然后呢碰你一下，你也没啥反应，戳你一下，你还没反应，那就开始大巴掌往你脸上扇了吧。中美两国建交的基础是什么呀？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对吧？一中原则是两国建交的基础吧。你看看最近这一系列的事件，你看我是老是替中国政府着急，是吧？你这都没反应啊，你油轮被扣了18、19艘了，对吧？没反应啊，那怎么弄啊？那没反应那就来吧。最新的消息传来啊，朋友们，美国国务院确认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就是美国一科长。但这话呢，在台湾不敢说，因为萧旭岑说完了以后，你看马英九马上就要办萧旭岑，是吧？古立言说了，台湾地位未定，国务院确认了，说他的讲话是准确的，二战的相关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并没有最终确定台湾的政治地位。这可是美国官方啊，这次公开站队了，过分吗朋友们？那中美两国这个建交的基础没有了，过分吗？这个怎么办呀？有人说，好家伙，怎么办呀？你问我，我问谁呀？凉拌呗。美国的纽约时报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要这个鼓励啊赖清德呀，你要学伊朗的，因为说台湾和伊朗有个毛关系呀。纽约时报说，我从美国打伊朗看到了解放军武统台湾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美国的挫败和教训，让台湾学习伊朗什么战术呢？这个纽约时报说，随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战争的缓慢走向不确定的结局，观察人士迅速地将其称为是中国的胜利。这场战争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威望，并激怒了许多国家及其民众，因为他们的经济面临通胀和供应链的中断。但仔细观察伊朗抵抗美国的方式，却给中国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教训。当中国考虑是否武力夺取台湾的威胁时，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些教训。伊朗成功地阻止了实力远胜于己的美国赢得一场在纸面上本应该轻松取胜的战争。伊朗经受住了斩首式的打击，尽管遭受猛烈的轰炸，且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持续进行反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尤其具有启发性。伊朗海军只有老旧的水面舰艇、少量的柴油动力潜艇和大量的小型快速攻击艇，空军既没有先进的攻击机，也没有真正的轰炸机。但伊朗拥有大量的无人机和库存的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这些武器足以打击海峡中的船只，并攻击中东地区的军事和商业目标。伊朗还将其指挥网络分散化，并将武器分散隐藏在多个地点，使美国和以色列难以全部发现和摧毁。中国的军队的杀伤力还不如美国呢
而且近半个世纪没有人参与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它对台湾拥有明显的优势。中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舰艇，包括先进的航空母舰、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核动力潜艇。它还拥有大量的攻击机、轰炸机、无人机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程音速导弹。但是台湾同样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例如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能够在中国军队面前制造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萨纽尔·帕帕罗上将所说的地狱景观。台湾海峡内一条致命的50英里的杀伤区，台湾已经加强海上和空中的防御，延长兵役，并针对中国庞大的军事扩张采用了其他的应对措施。他还计划进一步加强。川普政府已经为台湾准备了140亿美元的军援方案，很可能包括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无人潜航器、防空系统、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水雷和其他的装备。这些期待中的武器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台湾抵御中国的进攻。他们可以在中国军队离开港口前就摧毁部分的入侵力量，在其穿越海峡时击沉舰船并打击登陆的部队。美国开发的卢卡斯系统通过对伊朗廉价的见证者136沙赫德无人机逆向工程仿制而成，就是一个够用就好的例子。当大规模使用的时候，能够威胁两栖部队和中国大陆的目标。生存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伊朗通过快速替换被打击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并将其军事指挥网络分散化，从而经受住了针对领导层的多次打击。它最大限度地运用欺骗和隐蔽的手段，将武器存在地下掩体中，以提高生存能力，并依赖机动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迅速地推出发射，然后撤回掩体。台湾需要做好类似的准备，以应对指挥网络可能遭到的破坏，并在面对斩首打击、太空与反太空攻击以及进攻性网络作战时仍能继续战斗。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制定接班计划、分散式指挥控制、欺骗措施以及提升生存能力的方案。伊朗战争凸显了一个教训，仅靠空中力量无法赢得战争。为了避免伤亡或者是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美国主要依赖空中力量打击伊朗。虽然中国在台湾冲突中可能会愿意承受更多的伤亡，但伊朗战争提醒人们，中国要想夺取台湾，仍可能需投入地面部队，并面临惨重损失的风险。伊朗战争最终可能成为北京地缘政治的意外收获，但它同时也对华盛顿和台北构成了警告以及一次机会。伊朗挫败了优势军事力量的能力表明，如果拥有正确的搭配的非对称能力和富有韧性的指挥结构，即使面对最强大的对手，意志坚定的防御者也能使其无法快速或决定性的获得胜利。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真正的汲取这些教训，优先发展数量而非精致的高科技系统，投资具有生存能力和分散化的防御体系，并鼓励分散、隐蔽和机动性，它就能帮助台湾将自己转变为中国侵略的更强大的障碍。这或许足以从一开始就威慑中国，使其不敢发动攻击。好家伙，你看了吗？美国打败了让别人看出来美国是只菜鸡，反倒是鼓励了《纽约时报》说台湾应该学伊朗。问题是《纽约时报》也不识数啊，这个严肃的媒体也他娘是个大傻子。你得考虑伊朗和台湾的地理位置啊，伊朗的国土面积那有多大呀？台湾那有多大的面积啊？而且只隔着100公里宽的海峡。说实在的，这个分分钟的拿火箭炮不就把你给轰平了吗？台湾没有
战略纵深何来的战略防御啊？我这不是一直在说这句话吗？台湾绝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的高山，有人的地方只有靠海两边的那个沙滩平原一点点地方。中国解放军的火力分分钟的把这个台湾的有人生存的地方全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反击个毛线啊！所以我说了嘛，美国啊，这从国务院的这些狂妄的精神病的政客，不承认中美建交的基础，一直到纽约时报的这些大傻叉的小编们，这一个个的全都是智商可能是他娘的不足80的一群大傻子。像这样的西方人的平均的这种智商，他能好得了吗？中国人有厌蠢症。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